美日印澳齐聚关岛，剑指我国意图明显。解放军海上军演密集，构筑海上钢铁长城，震慑心怀不轨者。敬请关注本期节目。相信大家现在对于我军海上军演已经见怪不怪了。近几个月以来，我军举行的军事演习，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接近100次了。这充分表明了，在国际形势风云突变的今天，解放军时刻保持着警惕，有着招之即来，来之即战，战之必胜的坚定信念和能力。最近，中国海军又计划在多海域进行实弹射击演练，有军事专家对此进行了深度解读。从海事局23日发布的多条信息来看，解放军将从24日开始，陆续在黄海、渤海、南海等多个海域进行实弹射击演练。不仅如此，《环球时报》经过调查发现，解放军近期在相关海域的演习远不止这些。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军从5月底到现在，已经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以及台海已经进行了不下100次的演习活动。为何近几个月来我军海上演习如此频繁呢？有分析人士指出，本来夏季就是海上演习最好的时节，所以海上演习频繁并不少见。如今解放军实力较几年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规模演练各种战术也是可以理解的。再加上现如今我国周边的局势一直非常紧张，我军有必要用各种演习来保持战斗力，以便震慑那些不断挑衅的宵小之辈。确实，近年来由于美国不断对华敌视，导致亚太地区局势非常紧张。近期，美日印澳4国海军又齐聚关岛，展开联合军事演习，剑指我国的意味非常浓厚。据《环球时报》25日报道，美日印澳4国将在26日开始举行为期4天的联合军事演习，演习地点在关岛海域。有专家认为，这次4国机制下的联合军事演习对我国的针对性极强，加上此前高调前来我国南海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这些充分说明了美国及其盟友在亚太地区想要对我国形成军事围堵的战略意图。我军进行频繁的军事演习，也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了。有专家向《环球时报》表示，多海域频繁的军事演习意味着我军正在从多个方向构建海上防御阵地，让这些心怀不轨者们不敢轻举妄动。近10年来，我国的国防科技发展大家都有目共睹，海军发展更是日新月异。这些心怀不轨者们面对我国强大的海军舰队组成的海上钢铁防线，以及背后极具威慑力的火箭军，再想搞小动作和挑衅行为，就得付出巨大的代价了。解放军在经过如此频繁的演习训练中积累的经验也是非常宝贵的。就像文章开头说的一样，相信我们的解放军早就已经做好了战胜一切来犯之敌的准备。解放军如何一招演习震动岛内？岛内放话4进罕见同框秀肌肉，为何却遭人嘲讽？敬请关注本期节目。近日，解放军在各大海域的演习动作，想来也被不少人看在眼里。从17日在台西南演习开始，直到23日，解放军的3大海域同时公布演习活动，再到26日，台媒报道解放军72小时演习震动台湾的消息上了热搜。这一步步散发出来的信号可谓是极为强烈。然而很明显，不少盯着解放军演习的人也都收到了这个信号，于是就开始有了不少令人失笑的操作。近日，多家台媒共同通报了一则信息，岛内海军舰队在近日进行了攻防模拟对抗演练。同时，台岛媒体还明确指出一点，那就是台海军这次演习中加入了4艘济德舰，并且明确称其为罕见同框，气势惊人。需要注意的是，有岛内媒体直接放话表示，这是台当局的秀肌肉动作，而且岛内也有媒体炒作，这次演训会模拟导弹来袭如何应对，以及用 MK45 炮弹实施实弹射击训练，主要目的就是应对所有对台的攻击动作，种种迹象都相当明确。很显然，这肌肉就是秀给解放军看的，毕竟解放军刚一招震慑岛内，在台周边军演72小时，所以明摆着是要针对解放军了。再者，我们从各种新闻中也能看到，其实从17日解放军在台军演开始后，解放军对外发送的信号就已经非常强烈了。有分析人士指出，因为解放军这些演习大多数都点明了是实弹演习、射击训练、军事任务之类的，而且从各类方面都能看出，解放军的演习多方面都有加强，例如训练强度、演习范围，甚至还同时在多区域进行演习。也就是说，解放军实力早已远在周边国家之上了。就这一点来说，岛内明显是被解放军吓到了，可是却不肯服输，所以借着演习来给自己壮胆子。不过不得不说，就像网友留言的那样，台当局的这一举动还真是自嗨过了头，也自信过了头。要知道，解放军虽然有震慑岛内的意味，但是更多的却依然是震慑外部势力，比如美国之类的。再者，台媒把济德舰的牛皮吹得太过了，
什么四境罕见同框，什么气势惊人之类的，都什么跟什么。解放军早就说过，我军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平统一，但并不意味着解放军会纵容岛内某些人的规划意图。以武谋独从来都是死路一条。而且记得舰作为美国在1998年就淘汰的军舰，如今都过去20多年了，台当局哪来的信心这种古董军舰能够和解放军抗衡？真当解放军055大区、075两栖都是摆着好看的？台当局的肌肉只能像国人嘲讽的那样，就是给解放军送菜。美国空军部长放言，要拥有再次令中国恐惧的技术，以为升级 F-35 量产 B-21就能击倒中国。先问问中国空军答不答应？自从美国撤军后，美国终于可以集中力量至亚太地区，将军事压力转向东亚。就在此时，美国迎来了一位新的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而弗兰克·肯德尔在受访时直白地表示，美国空军未来的目标是再一次制造让中国感到恐惧的超前技术。目前，美国空军正在进行多个项目和计划，包括升级 F-35 作战能力、量产 B-21 隐身轰炸机、对 B-52 进行延寿，以及其他目前还没有公布的计划，比如6代战机。但有不少美国民间人士表示，已经目击过美军的6代战机 F-35 刚刚装备没多久就要升级，是因为中国空军给予的压力太大，还是 F-35 本身问题太多，不是一架成功的战机？从数量上来说， F-35 美军自己已经装备了400多架，是目前全球装备量最多的5代战机。按理来说，凭借数量和质量的双重优势，美国空军应该是高枕无忧才对。但实际上，这些 F-35 的状态非常不好，出勤率很低，加上很多分子系统其实还是远远没有到位，所以这些战机根本无法发挥预想中的战斗力。所以美国空军已经跟洛马公司商讨升级的项目，包括增加机载武器的种类、升级航电系统、改进发动机等等。升级的目的在于提升 F-35 和其他战机的信息交换能力，并进一步加强其态势感知能力和电子战能力。普惠公司已经表态，升级后的发动机动力可以增强 10%， 而油耗却可以下降 25%。美国空军的第2个重点便是 B-21 隐身轰炸机，该机原计划在今年12月首飞，但由于疫情影响，恐怕必须推迟至明年。美国空军上个月已经发布了 B-21 效果图，而负责采购、技术和后勤的助理部长科斯特洛表示，首批原型机已经完成了制造，并准备开始进行测试。美国推动 B-21 项目的速度如此之快，原因同样在中国。中国的轰20一直在传闻中，但由于近年来中国的航空领域进展神速，美国可再也不敢冒险去预估中国隐身轰炸机的服役时间。一旦中国隐身轰炸机早于美国空军 B-21 服役，无疑是非常说不过去的。同样，俄罗斯也在研发隐身轰炸机，虽然俄罗斯资金没有中国充足，但俄罗斯在轰炸机领域更有经验，航发的开发也比中国有优势。在这样的两面夹击下，美国如鲠在喉，兴师动众也就不难理解了。美国的空军部长如此直白地将中国作为潜在目标，显示出美国政界封锁中国的狼子野心，但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显示出，目前中国的实力已经事实上成为美国威胁最大的对手。至于弗兰克·肯德尔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建议他去问问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同不同意。普京的一通电话，美国人和印度人坐不住了，局势再添变数，美印或将因此倒霉。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在此前近20年的时间里，可以说是美军控制了阿富汗政权，但从今年5月美军开始有计划的撤离以后，到8月中旬，当阿塔士兵进入了阿富汗总统官邸时，意味着美国将不再掌控阿富汗的局势。而在看到美国放弃阿富汗后，不知道怎么想的印度开始干预起了阿富汗的局势，甚至还想派兵入驻阿富汗。不过这一想法刚流露出来，印度就收到了阿塔的警告。就在美印相继因为阿富汗问题吃瘪后，普京的一通电话让局势再添变数。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在8月25日，俄国防部透露，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电话新下达的命令，发表了一则声明。该声明的主要内容为，俄罗斯防长绍伊古将组织人手从阿富汗撤出一些人，其中包括俄罗斯人以及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的公民和一些乌克兰公民。为实现这一目标，俄罗斯将组建一支疏散行动保障部队，其中还包括4架军用运输机。对于普京的这一通电话，美国人和印度人坐不住了，因为普京终于命令俄军出手，更像是一种信号，即俄罗斯与阿塔之间已经达成某种协议。这就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俄罗斯也将干预阿富汗局势，世界局势将变得更加复杂。
在这其中，美国与印度或将因此而倒霉。要说美国倒霉，其实很好理解，毕竟美国现在就想安稳地撤出阿富汗，那为何说印度会因此而倒霉呢？其实吧，在美军最先开始撤出阿富汗后，作为美国盟友的印度最先开始其实还挺开心的，原因也很简单，就在塔利班进驻阿富汗首府当天，尚有150名阿富汗政府军人参加了印度方面提供的军训。可结果训练都没完成，这些士兵最大的作用就遭到了抹杀。在过去10多年中，印度一直在对阿富汗政府军队进行军事化训练，并在一定程度上帮助阿富汗建立自己的商业机制。如今突然间面对着阿富汗政权的巨大变故，印度不仅在军事援助方面处于极度尴尬的境地，而且最重要的是，一旦阿塔与俄罗斯方面或者中国方面达成协议，那印度此前在阿富汗投资的近190亿项目恐怕将血本无归。近20年来，印度为阿富汗的道路、学校和医疗建设投入了大量资金和援助。可以说，阿富汗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完全来源于印度的投资。只要阿塔不承认前政府做出的所有承诺，那么印度肯定会处于人财两空的境地。到时候用倒霉这2个字，恐怕都没法形容印度有多么的惨。